我就开始了。这个是就是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 ZK Login。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那个 ZK Login 的钱包，就是用谷歌创建账户的。对，大家都用过啊。OK，对，就是 ZK Login，它就是相当于是基于 Sui 原生的一套签名的一个钱包机制。就是它跟很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提供那种谷歌登录的这种钱包应用，他们都会还是依赖于这种密钥的方式，然后只不过他们是说就是信任另外一方去来做一个这个谷歌验证的 login 的方式。然后在 Sui 上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原生的支持。原生支持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签名本身的验证方法，它需要重新的为 ZK Login 设计一套。就比如说现在支持的有就是 ED25519，还有那个 SEC256 K1R1 这些。然后除此之外，就我们还支持 ZK Login。首先就是快速讲一下，大家这个应该都比较懂，就是说当你在用钱包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产生了这样一个私钥和公钥的两个部分。私钥的部分是在你的手机端或者是你的钱包里面是不会被别人取到的。然后它的公钥呢，它其实是和这个签名两个东西组成，就可以来验证它是否对应的这个交易的哈希值它是可以有一个这样就是验证的关系。然后这个私钥就是拿签名的，它本身就是产生于这个交易的内容本身。所以就是所以它有两个部分，就是私有的部分就是你签名的过程，然后公有的部分就是来验证签名的过程。然后验证的这个部分就是在每一个区块链上都是同样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当你发一个交易的第一件事情，先要来处理一下你的这个签名是否合法，然后其次这个交易才会跟就是这个虚拟机的这些运行方式有一个交换。所以 ZK Login 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我们可以就是打破这种模式，就不需要说还要记私钥的这样一个劣势吧。然后这个 Web2 的其实授权模式呢，大家也很清楚，就是它就是你可以直接登录完之后呢，比如说我这个网站登录左边这个网站的时候，它会在谷歌，就是作为这个网站本身，它会跟谷歌有这样一个注册，就是说谷歌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产生一个令牌，这个令牌的内容就是说我确认了这个我这位王他的信息是如下的信息，然后他确实有个谷歌账户，然后同时他也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在谷歌登录这个界面上给谷歌提供了我想授权的东西。然后当他拿到这个前端拿到这个令牌的时候，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网站就可以实现一个登录。所以如果假设说我们把这个 Web2 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令牌的登录模式展开一下讲，它其实这个网站链接里它包含了很多信息。这里面的最主要的信息呢，就是这个 client ID， 它指的就是用户端。就每个网站它其实要向谷歌的谷歌的这个开发者平台要注册一个这样的 client ID。如果注册完之后呢，它还会要就是写一个这个 redirect URL， 就是跳回的这个界面，就是相当于当你完成这个网页的时候，它会跳转到哪个界面，并且把这个 JWT 令牌跳转回刚刚的那个发送请求的网站里面。所以当用户完成这个授权的时候，这个应用程序它其实是拿到了就是右边这一串这个叫 JWT 的 ID 令牌，它里面就是包括其实它的看起来很长，但它其实主要包括就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payload， 这个 payload 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我的邮箱，我的这个 subject ID 就是我在谷歌的这样一个用户 ID， 然后还包括了很多这个网站本身的这个 client ID， 就是这个 AUD 代表的这个数字。然后呢，这个下面蓝色的部分它就是一个 RSA 的签名，
它就是相当于嵌在了整个这个 payload 上面，然后它的这个 header 里面是有一些简单的信息，就是说谷歌的哪一个公钥是可以来验证如下的这样一个签名。所以这个 JWT token 它内容就是其实理解成就是一个一些内容，然后包括一个签名，就谷歌的签名。然后谷歌的公钥呢是可以通过一个公用的一个 URL 就是可以获取，然后你可以对这个 JWT 进行一个验证。所以 ZK Login 它其实就是刚刚用了这种就是 JWT 令牌的一些特质来进行的这样一个对钱包的授权。然后就是最主要的2个特性，就是说用户不需要记住一个私钥，然后同时这个链上生成的地址，虽然现在就是这个私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值，但同时这个生成的地址还是希望它一成不变，所以它需要运用到一些我在谷歌的一些信息来，就是可以deterministically 生成就是同样一个地址。所以这个是 ZK Login 就是最主要需要2个解决的问题。它是这个 ZK Login 它的一个实现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它其实用到了一个很巧妙的点，就是用的这个 nonce。这个 nonce 其实是客户端前端可以随便写的一个数。从那个普通就是运用这种谷歌登录授权的普通的这种用法的，就是说这个 nonce 我就是随机生成一个数，然后防止它有这种 replay 攻击的这种模式。所以就是一般的应用程序就会比如说写12345，然后就会一直增加，然后这样的话每一个 JWT 它对应的 nonce 是不一样的。但这个 nonce 它其实是用什么数值都可以。所以我们对 ZK Login 的一个设计呢，就是把这个 nonce 里面的内容设定成一个公钥。所以就是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这个 JWT 令牌它是授权了某一个私钥的公钥，所以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ephemeral signature， 就是它这个临时签名。就假设我在本地产生了一个私钥，这个私钥我不需要记住它，然后呢我把这个公钥放到这个 JWT 里面，然后呢我把这个公钥的这个 payload 让它去到谷歌那边拿一个谷歌的签名。所以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说，这个的好处就是说，以前的情况下，我是需要发一个交易，然后发一个签名，然后来验证。但现在这种情况呢，它其实就是发一个交易，再发一个这个临时签名，再加上这个 ID 令牌，这个 JWT token 整个本身。所以这件事情它现在其实是就是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 signature 替换成一个临时的 signature 加 ID 令牌。所以从用户的角度来讲，我永远是不需要记住任何一个私钥，我只要重新生成一个私钥，我就去找谷歌重新注册一下，然后就是让谷歌授权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我没有去讲跟 ZK 相关的东西。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假设到现在的这个实现方案是完全 OK 的，就是说我已经把这个私钥的这件就是钱包的这个功能已经完全的实现了。但是缺点是什么呢？这个 ID 令牌里面有很多很私密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的邮箱，然后我的这个 subject ID， 我在谷歌的一个账户，以及就是很多其他的信息，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被做一个隐私化处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才是需要用到那个 ZK 的部分。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是签名的部分。那还有一件事情，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现在的你的这个私钥是经常可以是一个临时的私钥，那它这个公钥的地址，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地址是从公钥产生的。那现在你这公钥也会变的话，那这个地址怎么办？所以现在的对 ZK Login 这个设计呢，就是说我把链上的地址的推理方式也改变一下，然后它里面用到的就是相当于是用到了这个 ID 令牌里面不变的东西。
这里面什么是不变的？一个是这个 issuer， 就是身份的提供商，比如说谷歌，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身份提供商。然后其次是这个 AUD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应用程序的 ID， 它就是每一个网站需要跟这个谷歌这种身份记录端登记的这种客户端 ID， 它也是不变的。然后其次是这个 subject ID， 就是 SUB 代表的这个数字。就是这个110开头的，它其实是在这个 OpenID 的这个定义里面是写的是说这个 subject ID 是每一个不同的用户都会有的一个值，所以这个值其实一种情况下是可以用 subject ID， 一种情况下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邮箱，因为它邮箱也是一个就是没有就是每个用户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邮箱地址。这里用邮箱可能有问题，就是这个 email 可能没有被确认。你看下面有个 email verify，对，比如说有一个攻击者他注册一个账号，然后这个邮箱还没有确认，但是他可以先发接到邮递的。对，这个其实在不同的身份验证上，它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们没有选择 email 的原因，也是因为很多的那种用户注册，它其实不需要邮箱的，它只是就是在网站生成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所以这个 subject ID 它其实是一个更统一，并且每一个OpenID 的这种身份提供商都会提供的一个数据。所以我们就是用的这个数据。这到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大概率 OK。对，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讲了2个部分，一个就是签名，一个就是这个链上地址，然后就是还没有再讲 ZK 的方面。对，现在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件事，用户就是从你生成 ZK Login 钱包的过程，就是相当于你去找了谷歌登录谷歌授权一个网站地址，这个网站地址呢，它会产生一个 JWT 的令牌，然后这个令牌里面呢，你可以得到就是推理出来你的地址的一些内容，然后同时你作为用户，因为你拥有这个临时的私钥和这个临时的公钥，所以你可以拿它一遍一遍的签名，所以就是上面的这个 JWT 可以在短期，比如说我要设定一个过期值的话，就是它在短期都可以被重复利用。每次签名的话，它其实就是需要更新一下这个临时签名的内容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刚刚提到，也是说这个 JWT token 它本身的内容是里面包含一些很私人的是包含一些比较私人的信息，就是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东西上到链上，所以 ZK Login 这里面的 ZK 的部分，它其实就是藏住了令牌里面的这些隐私内容。这个隐私内容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email 和这个 subject ID， 因为别人拿到这2个值的话，就是可以把你链上的地址和你链下的这个你的 email 或者是你的谷歌地址就是有这样一个连接，所以这个零知识证明它主要就是应用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ZK Login 我们用的这个证明系统是叫 Groth16，它是一种比较算是一个比较早期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就是证明系统。它主要就是有2个部分，一个是trusted setup， 就是我需要生成一个电路板之后，我要做一个 trusted setup， 然后生成一些公有的一些parameter， 然后每一次证明的时候，我要去这些公有的 parameter 生成这个证明，然后验证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拿它那个生成好的验证的verifying key 来去做一个验证。所以下面就是知道我 ZK 跟 ZK 相关电路板的事情我就不展开讲了，但大概的一个关于 ZK 的一个这个就是总结性的讲一下，就是说我首先要写一个电路板，然后这个电路板有一个公开的部分，然后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公开的这个 public trusted setup 这个 proving key 和 verifying key 2个值。这个 prover 它只需要这个 proving key， 这个 proving key 它公不公开都无所谓，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个 witness 是不能被公开的。在这个 witness 这个点，它就是指的是这个 JWT 的令牌。
然后生成了这个证明零知识证明之后呢，这个verifier 就可以拿这个生成的证明和这个 verifying key 来去做一个验证。所以这个电路板我们是用这个一个那个 Ground16 支持的这个语言叫 Circom 写的。这个 Circom 的电路板里面主要就是做了3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 RSA 那个签名的验证，就是把那个令牌里面谷歌的签名做一个验证。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证明令牌里面的信息确实包括了就是这3个字段，这3个字段是否存在，别的一些字段呢就无所谓，就是它只要是一个合法的那个 JSON 的形式就可以。然后第3件事情呢，就是这个 nonce 这个 JWT 令牌里面的 nonce 的计算是否和临时的这个公钥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电路板它就是验证了这3件事情。然后我们这个电路板就是做了一个trusted setup， 然后把这个生成的东西verifying key 就是放在我们的这个 Sui 的区块链里面，就是验证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被调用，然后被共识这样调用，然后做一个这样验证。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这种优化吧，就是说这个现在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链上地址的这个证明其实是包含了这个 ISS 和这个 AUD 还有这个 sub 就是 SUB 这3个值。但是有这3个值它其实是可以推断出你链上的地址的。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它解决的方案就是说你可以再加一个这种 salt， 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就是说我们还依赖于这个 salt， 就是说推理出来你链上的地址。这样的话就是链上和链下的2个身份就是不能够被连接，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 salt。然后这个 salt 它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它是需要保存或者是通过一个 salt 的服务器来推得出来。但是就是有 salt 的时候，你也不就相当于别人如果不知道你的 salt 的话，他是不能看到你的不能推理出来的地址，他也不知道你的 zk login 的地址。但是就是从生成这个证明的角度来讲，你作为用户一定是要有这个 salt， 还同时要有你的谷歌的账户，才可以就是生成一个 zk login 的签名。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就是那个你前面提到就是有一个 ephemeral public key， 这个 ephemeral public key 生成了一个 signature， 为什么需要这么设计？我直接为什么需要生成一个 ephemeral public key？因为你是用 ephemeral 那个私钥做的签名。为什么需要这个签名呢？我都是临时生成的，然后我直接。那你不需要那个的话，你只用别的吗？只用 JWT， 你怎么用？我只用你是需要比如说我用 JW， 你的交易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是生成了一个临时的 signature， 这个临时的 signature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临时的 signature 是针对这个交易产生的。所以你就只需要一个临时的数据。对。但是这个临时的数据，你的验证其实没有作用的，因为我就是生成了一个临时的key， 然后生成了一个临时的 signature。对啊，但是你这个临时的公钥是被这个 JWT 令牌所授权的。所以我直接生成一个临时的 JWT， 临时的 nonce。那你那跟交易有什么关系呢？在用私钥才没法交易。但是你最终还是可以用zk， 比如说这个电路的，你最终还是要验证这个电路的正确性，是不是？你直接发上链，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电路验证通过就行了。比如说我验证了我验证了这个 subject 和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有谷歌签署的这个 subject 的一个 JWT 就已经够了。那你交易呢？那我随便发任何交易都带你的 JWT 呢？对，所以
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个在我的电路里面把已经包含了这个 subject 就已经够了呀。为什么？就是电路板是你是指的是说你每一个交易都写一个电路板吗？不是电路板，不是每个交易都写个电路板。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你发这个交易，但你要信任这个人，你怎么信任？你需要在 JWT 里包含这个人信息。对啊 ，JWT 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信息啊。所以他需要签名啊。这为什么需要签名？因为它得可验证啊。就是你说的情况是不假设没有这个ephemeral 临时的签名的话，你只发这个 JWT， 那我可以发你的 JWT 只要你的同一个 JWT 可以用任何的交易都用同一个 JWT 吗？首先这个地址的格式，首先谁能就是这个钱包这个地址的格式是根据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出来的，然后我的验证的过程其实是我把 JWT 里面的issue audience subject 取出来，然后我验证一下这个正确性就可以了。那你每一个交易都用同一个 JWT token 吗？我可以，就是你现在如果就是如果某一笔交易，就是我已经把那个钱已经花走了，我不能双花，我不能保证我能保证不能双花，我就已经够了，差不多了。而且就是你生成的这个 ephemeral key，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攻击者吧，我也可以一直生成同一个 ephemeral。那你要生成不同的 ephemeral 的 key 的那个公钥，还是要通过你自己的谷歌才能授权的呀？是的，这个 ephemeral 其实是可以任意生成的，是不是？这一点是不是？你可以任意生成，但是你需要你谷歌账户的拥有。我的意思是，就是 ephemeral， 假如说我已经有了谷歌账号权限，然后我可以比如说生成2次同样的 ephemeral， 然后生成同样的 signature， 对吧？对啊，就是你假设有你的谷歌账号，你可以一直生成新的 ephemeral key， 对，然后只要你通过再去产生一个新的令牌，上面有你这个临时公钥就可以。是的，所以我还是没理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 ephemeral， 就是我其实是可以就是通过这个 JWT 已经可以验证我的身份了。你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key 要做成一个 ephemeral key 是吗？然后为什么还要生成一个 signature？ 对。首先就是生成 ephemeral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 zkLogin 解决的问题就是你不需要记住一个私钥。这一点我是理解的。比如说我是直接按照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输入的就是固定的一个数值，然后你说一个固定的临时私钥，固定的 nonce。行啊，固定的 nonce， 然后我把这个提交给谷歌，然后返回了一个 JWT 给我。那你这时候为什么要用 JWT？ 你用你普通的钱包就可以做。不是，还是需要验证一下我的身份嘛？我的身份是 issue audience subject， 然后谷歌给了我。那你那个私钥丢了的话，你的钱包也算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临时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记住这个私钥。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讨论嘛。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回到那个 ISA 就是这个吗？不是这里后面可能是，我想一下。后面就没了。OK。前面吗？是，就是刚才就是刚才可能是刚才讲到的前一页。刚刚讲到的是这一页的前一页，这个。这一页，我想一下就 RSA 如何在电路板里面验证吗？对，你的这个 ISA 签名的验证，这里就是其实你可能会有很多就是OS 的提供者，然后这些 ISA 的它的那个公钥信息是可能是变化的，然后这里是怎么获取这个 ISA 的那个公钥的信息的？公钥的信息是在 Sui 的区块链上会有一个共识去来找到最新的，所以每一次比如说谷歌更新了公钥，你们会更新这个？对，我们就是在每一个Sui 的节点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pool 信息。
是跟随节点还是跟随区块链上面的数据？跟随节点共识之后达到的一个数据，然后放在了链上的一个 system object 里面。所以谷歌如果更新了的话，是要等到你们的节点程序更新才能再使用。对，假设说你找了一个很老的 JWT， 然后生成了一个 zkproof， 然后这时候谷歌的公钥已经变化的话，如果你再提交到我们的上面平台上会被拒绝掉。然后我们是大概存一段时间的谷歌的这个公钥都会存。好的，那个刚刚你问的那个关于私钥的问题，你解决了吗？还是没有太理解，待会儿吧，要不？待会儿再问你吧。行。还有别的问题吗？那我们就结束。好。我没有太理解，没太理解。就是说我产生一个临时的私钥，就是用谷歌提供的信息产生的临时私钥。然后通过私钥生成临时的公钥，然后去进行交易吗？就是刚刚说那2个部分是反的，你先是生成了一个临时的私钥和一个临时的公钥，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去做签名的话，这是有问题的，对吧？就是你每次生成一个临时的私钥，公钥都会变，然后导致你地址都会变，所以这件事情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生成一个临时的私钥，但是这个私钥的对应的公钥是放在了谷歌的令牌里面，是你授权登录的，就相当于你其实是向谷歌要了一个证书，这个证书里面是包括了说 OK 我授权我认同了，就是这个私钥就是在接下来的比如说5天里我签名，这个令牌都是就是有效的。就相当于这个临时私钥和公钥的意思是说，它只是为了向谷歌来要一个授权，而不是说用这个私钥和公钥去进行签名交易什么的。是要做签名的，就是刚刚也他问的这个点，就是说，其实这个 zk login 签名是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临时的签名，这个临时的签名它是 commit 给这个交易的，就是说你每次交易都还是要签一个名，就是你是授权了每一个交易，然后但这个时候你授权这个交易是不够的，因为你这个私钥是跟这个地址没有关系，对吧？刚刚说这个地址的推理是另外一套东西，假设用 zk login 的话，所以这个zk login 就是这个令牌对应的，假设你不把它想成是零知识证明的话，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令牌，就是简单一点想，这个令牌里面它包含了跟地址相关的信息，同时还包括了你的公钥，所以就是相当于你的临时签名是 commit 在交易上，然后你的这个公钥是 commit 在了这个 JWT 的令牌里面。其实我刚才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交易，就是临时的这个公钥和临时公司钥其实是和那个交易绑定在一起的。对，它是怎么绑定在一起的？就像你普通签名一样，就是你每签一个名，就是什么叫怎么绑定在一起的？普通的交易签名其实是和交易就是把交易的 message 拿出来，然后签个名。对啊。这里你说的是，这里我说的也是就是签交易上面，但是这个其实，因为我的，所以你其实是需要的，其实是就是我把交易的信息拿出来，然后比如说我把交易这个信息变成 nonce， 交易的哈希变成 nonce， 然后发过去。不是交易的 nonce。我们现在就是假设如果是把交易的哈希当做 nonce 发过去，然后返回来的 JWT 的 nonce 就是包含了这个哈希值，然后这个流程其实也是可以满足你的这个需求的。但是你就不能重复利用这个对啊，你相当于你每次签名都要去找谷歌做一个验证。OK 行。
对，它就相当于它是给你一个短暂的一个这样一个 key。那我知道，就是所以其实是就是这个主要是就是这个可以复用，对对，它就是相当于这个 prove 就是这个 JWT 令牌以及这个零知识证明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就是在短期以内，就比如说3天可以重复用，然后这段时间3天内你用这个临时签名签出来的所有的临时签名和这个零知识证明一组合都是合法的。对，这个 JWT 令牌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授权了某一个临时的钥匙可以签你的名，签3天。对。然后可能 ZK Login 大家的那个应用端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叫 Inoki SDK， 然后这个 SDK 呢，我们是整合了一个 Prover， 就是这个 ZK Login 的证明端，然后还整合了一个 Salt Server， 就是这个 Salt 生成的方式。所以作为用户端呢，比如说你前端的应用程序直接可以整合这一套 SDK， 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连钱包的这样一些过程。对，这挺好用的，这太贵了。是可以自己跑，可以自己跑。500到1个月，不包含就是 sponsor transaction 的。对，这个他们是想卖给就是那种游戏方有这个需求的。你这个 nonce 跟那个临时的私钥这个 nonce 呢，它的关系就是临时的公钥加一个期限，再加了一个任意值。对，就是你简单一点想，就把那个任意值先去掉，然后就是它就是一个公钥加了一个期限这样。刚刚说那个500多是要作为啥才能，就是为什么要提供，就为什么要付500多块钱？是要自己去做一个，比如说没有，就是如果你自己要起一套这个它后面的比如说sponsor 就是赞助交易，然后加 ZK Login， 其实你还是得费点事儿的，因为它赞助交易虽然官方提供了解决方法，但是你要去处理像双花的问题，因为用户多了，它可能你要去猜硬币什么的就很麻烦，你自己建个服务器还要考虑负载的问题。相当于是你花500，他帮你解决，他给你提供了服务器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你就直接上手就用。就对于很多大公司来讲，我觉得这可能不算什么事儿。对，但对于就是独立开发者来讲，这个对，我们就只能用测试网的免费额度。我觉得应该反馈的。他们应该给一点，应该分个级嘛，至少。对，其实他分个级挺好的呀，分个级就是不要一来就上这么硬的。就社区开发者嘛，就是让对，这个他们是讨论过，应该对是可以，他们一般就是你要跟他单谈的话，都会给一点，就是前几个月都是免费这样。对，但是没有用啊，你前几个月免费，你后面还是很贵。是。对，我觉得可以就是对分个就是流量包或者分个级之类的，因为我相信很多还是想要在前期的时候让用户可以就至少免这个对。这个 sponsor transaction。对，因为其实对我们公司角度来讲，就是这个 prover 自己跑还是确实是成本挺高，因为你每生成一个 ZK prove 都是用了好多这个计算的。对，但这是确实是可以考虑提供一些这样。你们选择那个 Gross 16的原因是那个验证成本很低嘛？然后现在我不知道那个Switch 上面的 gas 是怎么计算的，因为有一个 ZK 验证的过程和普通的那个签名相比，那个成本高多少？我们从现在来讲，我们对签名验证没有任何 gas 上成本的区别，就是你签一个多签的验证和一个 ZK Login 的签名和一个对都是一样的。计算是那边服务器的开销。对，这个验证它还好，就是它虽然比如说普通的签名要慢个10微秒那样，就是也不是很多。对，我在想就是它的效率会很低嘛，因为就是它能被推广，我觉得它应该是就是计算量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你说的生成验证还是？对，尤其就不光生成验证，就是每次 check 的时候应该也是没有那么大的，并且它是建立在客户上的，然后它效率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对，那个 prover 我们是放在了那个 server 里面，然后 server 的话 Groth16 它是有一个加速的一个
架构，就是一个用 concurrent 这样的一个哦生成方式，所以还算比较快。然后据我了解，现在客户端也有不少提速，但是还是可能会在1分钟左右，所以你要做生成钱包签名的话，你1分钟是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的。那个但是好处就是说，这个 proof 它不是说你每次签名都要生成一次，你只是过期了，这个临时密钥过期了才需要签一次。其实我们在实际用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你如果接 ZK Login 的话，其实你前端你就做乐观操作就行了，就是你直接把乐观的结果返回给用户，因为他又不需要签名，什么都不需要管，他点了就跟普通的操作是一样的，所以你全部都用乐观的这种操作去做就好了。如果有问题，你再退回一下就可以，但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对。就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在电路那块拓展一下，就是那块感觉没有怎么理解。你说如何验证一个 ZK 的证明？这个的话，我觉得跟这个 Ground16 的验证系统比较相关。我觉得你可以去搜一搜他们，对，因为这个展开讲还挺多的，就是要把 Ground16 都讲出来。但从验证的角度来讲，它就是其实是查了，一个点，它那个 proof size 其实是一个很小，它就是包含了3个在这个 curve 上的3个点，然后它验证它其实是做了2次还是3次这个 pairing 就可以。这从跟大部分其他零知识证明相比，就这个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对。OK， 谢谢。然后我们在 Sui 的这个节点里也做了一个优化，就是说，我们如果见过这个 proof 的话，就是会给 cache 一下，所以就不需要每次来一个 proof 都再验证一次。明白。好的解决方案。然后还有一点，在 Sui 的节点里面，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用户他是有钱包的，然后你说普通的钱包，对普通的钱包，然后但是在我们使用这个 sponsor transaction 呢，现在要去 sign 一次嘛，然后我看那个 Roach， 他们有做那个 session， 然后他就可以让应用程序就是让用户去找应用程序去签一个 session， 然后在一段时间内他就不需要去。那他这个就是钱包的这个私钥是给了这个 session 吗？还是怎么样？我没有，我觉得他没有把那个给到，就是给他。那我还不是很清楚他们怎么实现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对像那种频繁要操作的游戏会比较友好。对。所以现在有什么其他的代替方案吗？或者是？你说如何解决？就是每一次 transaction 都要做一次签名。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卡牌或者是那种战略或者棋牌，你都是需要可能1分钟至少有个2-3次操作的，然后你整个时长可能10分钟，它就会不断的操作。ZK Login 你如果整合在前端的是不需要操作的。对，但其实就你面向就很多 Web3 用户，他其实有钱包的，他不会去用 ZK Login。那种的话，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好，因为这个钱包密钥本身就是在你钱包里面，它现在就是这个授权的过程还是要有。但我记得很早之前有一个那个有个钱包叫1024还是玩对，就是 Ethos， 对，倒闭了吗？对，那个已经倒闭。然后他们我记得他们是做过一叫什么 pre-approval， 然后就相当于你授权了之后，它就是不走那个钱包的界面，它其实后面还是要签的，但它就是。那他拿他私钥的签吗？对，就相当于把这个钱包给解锁了。然后我们之前也提过，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说你可以授权某一类的 transaction 可以通过，比如说跟你这个游戏交互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动通过。但这个其实从安全角度来讲，就是很多人也觉得不是那么的让人放心嘛。对。可配置的钱包，这是一个
默认配置里面有的，然后你可以从里面筛选哪些不需要签的，哪些是签了有效期，但是这些属于专业玩家才能玩的，更复杂了。对，我是觉得这种情况下，你单注册一个 ZK Login 就跟同一个网站玩，这样反而我会觉得更就是安全性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更放心一点，就是隔离一下。感觉 ZK Login 的这个技术就很适合再加个参数，就比如说我在它验证的过程中的结构体里面再加个参数，比如说我可以设置一个子账号，就是用刚才那些场景实际上非常适合子账号来操作，就像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就是GitHub 的令牌的权限级别一样。如果是卡牌游戏这样的高频操作、高频传费，那就可以把它权限就是设置到安全性可以设置低一些，然后可以把它分配给一个子账号。然后子账号都跟随主账号，这就是一个结构体的设计了。那刚才那个 nonce 还是什么，有一个任意字段，就是 expiry 加上任意字段，可以把这个，你可以写个合约，就是把读取，我不确定就是在验证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参数传过去。你说这个任意值吗？对，对，就是这里任意值。任意值它是在这个零知识证明的产生的时候是一个 private 输入，然后这个证明本身是包括的。就是为什么加这个任意值呢？就是防止谷歌也知道你的公钥和期限这些，它只有一个隐私的一个设计。可能那需要一个 public witness， 然后把这个 public witness 传给Move 合约，然后让 Move 合约去验证一下这个 public witness 和这个规则是不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设计不是这个签名，它是跟 Move 的 VM 是没有交互的，对。